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好了，我们直接来聊聊哦。每到1月1号，很多人是不是都会立下一个超宏大愿望？我今年一定要瘦下来。但结果呢，通常就是1月超级拼，2月就差不多快放弃了，然后到了年底，这个目标又原封不动地直接复制贴上到明年去。这个无限循环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好像有点熟悉？别担心，你真的不是一个人，因为这背后其实是有科学根据。看到这个数字，你可能会吓一大跳。根据很多肥胖医学的研究，有高达95%的人在他们很努力的减重成功之后，最终还是会胖回来。你没听错哦，这真的超夸张的，只有那最关键的5%能够长期维持住。这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，真正的问题根本不是在于要怎么瘦下来，而是在于要怎么瘦下来之后还能够一直维持下去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拆解这个95%的魔咒，给你一套真正可以执行、可以持续，而且不会再让你复胖的完整作战计划。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。很多人会觉得说，我又没有很胖啊，看起来还好啊。但你真的健康吗？我们来看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薏仁香蕉。你看他的脸，看他的手脚，是不是觉得他就是个瘦子？但衣服一掀开，哇塞，那个肚子一出来，真的吓一跳吼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泡芙人，或是医学上讲的中广型肥胖。跟你说，这种胖其实比全身都胖还要危险。因为当你的皮下脂肪都存满了之后，脂肪就会开始往你的内脏去堆积，造成脂肪肝。这其实就是一个警讯，代表你身体健康的防线正在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到底该怎么办？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整个计划里面最核心、最不可动摇的基础211燃脂餐盘。你只要先记住一个大原则就好，减脂这件事7分靠吃，3分靠练。如果你连饮食这关都没搞定，你做再多的运动，效果真的都非常有限。这个方法甚至可以让你在很少运动的情况下，就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。那讲到211餐盘，我们就一定要认识一下发明这个方法的宋晏仁医师，他自己就是这个方法的最佳见证人。他以前也是一个体重冲破90公斤的医师，但就靠着这套方法，成功减掉了快20公斤。而且重点来了，他维持了超过9年都没有复胖，这是不是就完全打破了我们刚刚说的那个95%的复胖魔咒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方法绝对有它的厉害之处。我们来看一下宋医师他自己的时间轴，你就知道这不是乱讲的。你看从2008年他体重在93公斤的巅峰时期，还因为太胖被长官提醒一下。你想想看，这对他来说刺激有多大？后来他花了几年时间去研究，终于在2014年用211餐盘法成功瘦到74公斤，然后一直到2023年，整整9年的时间，他的体重都非常稳定的维持在72、73公斤。这证明了什么？这就证明了211餐盘是一个可以长期执行的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，而不是那种短暂又痛苦的节食方法。好，那到底什么是211餐盘？其实概念真的超级无敌简单，你就想象一个圆形的盘子，把它分成4等份。好，第一步，把盘子的一半，也就是2个等份，把它装满各种颜色的蔬菜。第二步，剩下的一半再切一半，也就是1/4，放满优质的蛋白质。最后一步，最后剩下的那1/4就放好的碳水化合物，像是全谷类，这样2:1:1的比例就是211餐盘最核心的概念。重点来了，很多人在第一步装蔬菜的时候就踩到大地雷，他们觉得蔬菜嘛，反正都是植物，就装了满满的南瓜啦、马铃薯啦、玉米啦。各位听好哦，这些是披着蔬菜外皮的淀粉。在211餐盘的规则里，它们应该被归类在碳水化合物那一格。所以最简单的分辨方法就是尽量挑那些长得像叶子的菜，比如菠菜、高丽菜、青江菜这些，它们的纤维多、热量低，才是你应该装满半个盘子的真正主角。
搞定蔬菜之后，蛋白质跟碳水的选择原则也很简单，就是4个字：原型食物。什么是原型食物？讲白了就是你一看就知道它原本长什么样子的食物。比如说一块牛排、一片鱼排，这就是原型。但如果是绞肉、香肠、贡丸，你根本不知道它里面混了什么东西嘛，对不对？通常都加了很多淀粉跟添加物。碳水也是一样的道理，糙米、地瓜，你看得到它原本的样子，但面包、面条、水饺皮都已经是磨成粉再制的精致淀粉了。在减重的初期，尽量避免这些高度加工品。你可能会说，阿秀，道理我懂了，但我是外食族，超难的诶。没问题，我们来看实际案例。就算你中午只能去巷口的面摊解决，你一样可以执行211。你点一碗面的同时，多点一盘烫青菜，再切一盘豆干卤蛋。你看，这样是不是就有蔬菜、有蛋白质了？虽然面条是精致淀粉，但至少你把其他2样给补足了，这就比你单吃一碗阳春面要好上100倍。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开始了。OK， 那另一个外食族的好朋友当然就是便利商店嘛。其实现在超商里面的选择真的非常多，你可以拿一大盒生菜沙拉，这就占了你餐盘的一半，然后去熟食区拿一块鸡胸肉当蛋白质，再去烤地瓜机拿一根小条的地瓜当碳水。你看一个超完美的211餐盘就这样搞定了，而且真的超方便。酱料的部分尽量选油醋酱或和风酱，避开那些高热量的凯撒酱或千岛酱，那就更完美了。好的，当你学会怎么搭配你的211餐盘之后，我们准备要进到下一个更进阶的环节咯。这也是很多人减肥一直失败的关键，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吃对东西就好，但其实吃东西的顺序可能比你吃什么还要更重要。这是一个能让你的减脂效果直接加倍的秘密武器。这个黄金顺序，宋医师给了一个口诀，非常好记，叫做水、肉、菜、饭、果。第一步，在餐点上桌，你正要开动的前一刻，喝下500cc 的水。第二步，先吃几口蛋白质，像是肉、豆腐或是蛋。第三步，开始吃大量的蔬菜。第四步，当你的肉跟菜都吃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再开始吃饭或地瓜这些碳水化合物。最后，如果你想吃水果，因为它含有果糖，所以记得把它当作餐后甜点来吃，才不会让你的血糖在一开始就飙高。这个顺序千万不要搞错了。你可能会想说，哈，光是改个顺序有这么神吗？宋医师分享过一个案例，有一个病人体重非常重，重到他腿部的皮肤都溃烂了。宋医师就教他211餐盘，还有这个进食顺序。结果2个礼拜后，那个病人冲回诊所，超级兴奋地跟他说，我这2个礼拜只做了一件事，就是饭前喝500cc 的水。其他都还没开始严格执行，我就瘦了7公斤，连他腿上的溃烂都好了。你看，光是第一步喝水，威力就这么惊人。好，喝水可以增加饱足感，提升代谢，这个我们大概可以理解。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先吃肉，再吃菜，最后才吃饭呢？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？我们继续看下去，这就是整个减脂计划最底层的逻辑。这里我们要认识一个身体里面非常重要的荷尔蒙，叫做胰岛素。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身体里的打包工人，它的主要工作就是当你吃完东西血糖升高的时候，它会跑出来把血糖降下来。问题是，被降下来的血糖跑到哪里去了？它不会凭空消失，对吧？它会被胰岛素打包送到肌肉或肝脏存起来，但这些地方的容量很有限。所以更多时候是直接被转成脂肪，存到你的肚子、大腿上面去。所以胰岛素一大量分泌，就等于是你身体脂肪囤积模式的总开关直接被打开了。这张图真的一看就懂了，为什么顺序这么重要？这是科学研究的结果。你看红色这条线是先吃饭，也就是先吃碳水化合物的人，他的胰岛素在饭后30分钟内会像坐云霄飞车一样，瞬间飙到最高点。这就是我们最不想要的状态。但你看蓝色这条线，他是先吃肉和菜的人，他的胰岛素只会非常平缓的上升，像散步一样，高峰值可能连先吃饭的人的一半都不到。这个差别就决定了你吃下去的热量是会被拿去当能量烧掉，还是直接变成脂肪存起来。所以当我们把胰岛素搞定之后，好处真的超多。第一，当然就是避免脂肪快速囤积；
第二，你的血糖不会大起大落，也就不会出现那种吃完饭没多久就昏昏欲睡，然后很快又饿了想找零食吃的状况。第三，先吃蛋白质和蔬菜会刺激肠道分泌一种叫做 GLP-1 的荷尔蒙，也就是现在很红的瘦笔的主要成分，它会让你产生强烈的饱足感。结果就是你根本不用靠意志力去饿肚子，身体的机制自然就会让你吃的比较少，而且还很有满足感，这才是能够长久持续的关键。了解这个原理之后，你再回头看，就会发现很多我们以为很 OK 的食物，其实都是大地雷。比如说水饺，你可能会觉得，它有皮、有肉、有菜，很均衡，对吧？但问题是，你一口咬下去，第一个接触到你舌头的就是淀粉做的皮，而且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，你根本没办法控制进食顺序。再来，水饺皮的淀粉量超乎你想象，吃10颗水饺大概就等于吃了1碗半的饭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吃完水饺，血糖会飙得特别高，而且很快就饿了。汤面也是完全一样的道理。好，当你把饮食的基础功，也就是2-1餐盘和黄金进食顺序都掌握之后，那如果你想要让效果更好、更快，让体态更结实，我们就可以来装上加速器了，也就是运动。我这边要强调哦，运动是加速器，不是必需品。但如果你加上它，绝对是事半功倍。在家运动的目标很明确哦，不是要你变成彭于晏，而是要透过一些简单的动作，提升你的心肺功能和新陈代谢，并且增加一点点肌肉量。因为肌肉是我们人体燃烧热量最主要的引擎，你的肌肉量越高，基础代谢率就越高，就越不容易变胖。而且我们介绍的动作完全不需要任何器材，只要你家里有一块瑜伽垫大小的空间就非常足够了。这里我们分享一套非常简单的踏步训练。你可以先从左右原地踏步开始暖身，接着做交替抬膝的动作。这个动作不只是抬腿而已哦，重点是你的核心要收紧，用腹部的力量把膝盖带上来，感觉腹部有在用力。然后换成侧边抬腿，这是在训练我们臀部两侧的肌肉，对于久坐的上班族来说特别重要。再来可以做一个弓箭步加上转体，这个动作可以同时训练到你的腿部肌力、平衡感还有核心稳定性。每个动作做个30秒到1分钟，串联起来做个15分钟，你的心跳就会上来，身体也会开始流汗了。关于运动，我只送大家一句话，也是最重要的心法：持续比强度更重要。你不需要第一天就逼自己跑个10公里，然后累到3天都不能动。你宁愿每天只做15分钟的简单运动，但是持之以恒，把它变成像刷牙洗脸一样的习惯。当你养成了运动习惯，你会发现你的体力、精神状态都会有很明显的改善。好了，到这边，当你执行了饮食计划，也搭配了运动，体重顺利下降，这时候你一定会遇到2个减肥路上最大的魔王，一个叫做平台期，另一个叫做社交应酬。这2个问题如果没处理好，就是呢95%的人复胖的主要原因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给你应对这2个魔王的策略。阿秀，救命啊！我一开始瘦很快，但最近1个月体重都没动了，我是不是遇到平台期了？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几乎每天都有人问。当你的身体习惯了目前的饮食和运动模式之后，体重停滞是非常正常的现象。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，我们只需要拿出我们的进阶武器来突破它就好了。这个工具就是近年来非常红的16-8间歇性断食。它的概念很简单，就是把一天24小时切成2段，16个小时完全不吃有热量的东西，但你可以喝水、黑咖啡、无糖茶，然后把所有食物集中在剩下的8个小时内吃完。比如说，你可以在中午12点吃第一餐，然后在晚上8点前吃完最后一餐。这样做可以让你的身体有长达16个小时的时间，没有外来能量的干扰，可以专心去燃烧体内储存的脂肪，把它当作你突破平台期的武器。通常执行1-2个礼拜，你就会看到体重又开始往下掉了。这个真的是另一个超级大魔王，就是社交。朋友生日、公司聚餐、过年过节，你不可能永远都自己在家吃水煮餐，对吧？很多人就是因为一顿大餐就产生了强烈的罪恶感，然后就自暴自弃，觉得反正都破功了，结果就一路吃回去，前功尽弃。其实应付大餐是有方法的。第一，提前规划。如果你知道晚上要去吃麻辣锅，
那你的午餐就可以省略，或是只吃一点蔬菜和蛋白质，把主要的热量额度留到晚上。第二，就算是在吃大餐，你还是可以尽量遵守水肉菜饭果的顺序，先喝汤，然后专攻肉类和蔬菜，最后如果还吃得下，再吃一点点火锅料或白饭。第三，多喝水，增加饱足感。第四，如果是喝酒的场合，你可以学学宋医师的假喝技巧。他分享过，他跟着长官去敬酒20桌，他发现长官整晚都拿着同一杯酒，根本没喝，但气氛一样很热络。重点是参与感，而不是你真的喝了多少。所以最重要的心态是什么？你要记住哦，我们的目标是找到一个可以持续一辈子的健康生活方式，而不是追求100分的完美。偶尔一顿大餐，完全不会毁掉你过去几个礼拜的努力，只要你隔天再回到正常的轨道上，身体很快就会恢复平衡。千万不要因为一次的不完美，就全盘否定自己。好的，我们今天一路从饮食的基础讲到吃的顺序，再到运动的加速器，最后是如何应对长期的挑战。现在我们来做个最终的总整理，把今天所有的内容浓缩成你的2026年终极减脂实战计划。你只需要记住这3大支柱：第一，餐盘的比例，无论你吃什么，尽力去凑出蔬菜占1半，蛋白质和碳水各占1/4的比例。第二，进食的顺序，永远记得先喝水，先吃蛋白质和蔬菜，这能从根本上稳定你的荷尔蒙，让你进入燃脂模式。第三，弹性的心态，减肥不是一场100米冲刺，它是一场马拉松。学会运用不同的工具，像是16-8断食来突破平态期，用聪明的策略来应对聚餐，才能让你走得长久。看完今天完整的分析，你不需要明天就全部做到，你可以问问自己，对你来说最简单、最容易开始的第一步是什么？是明天中午吃饭前先喝一杯500cc 的水，还是把晚餐的白饭减半，多加一份烫青菜？从一个你最有信心做到的小改变开始，然后一步一步把这些好习惯建立起来。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，我们分享了围绕3大支柱、餐盘比例、进食顺序、弹性心态所建立的一整套完整作战计划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，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加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